Hello，大家好，我是 Egg，我现在人在宜兰礁溪的五峰旗停车场这边哦。没错，今天要来爬一座我已经期待很久的山——抹茶山。大家如果要来爬抹茶山，有2种方式。第一个当然是坐火车来到了礁溪站之后呢，再徒步到这边据说也有公车可以抵达啦。抹茶山听说是还蛮硬的所以呢，我是希望说越早越好啦。所以前天晚上呢，我就已经入住到礁溪下面的那个民宿嘛，然后再开车过来停在这个停车场。那出了停车场之后呢，就右转我们走这条路，前面就左转上去咯。这个收费是计时的嘛大客车是100块，小客车是50那也可以骑机车20块。讲到这个抹茶山呢其实在2-3年前就有粉丝在跟我敲完对，所以一直都没有时间来走了那听说是蛮硬的我也没走过，今天呢来挑战看我是不是真的可以走到那个三角轮山。不过讲到这个三角轮山呢其实才是真正抹茶山的正确名称。那为什么会叫抹茶山？它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的旅游摄影师嘛，叫小林贤武吧。他在2016年的时候来旅游嘛，然后爬到我们那个圣母山庄的时候，就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在他的 FB 粉专。然后他很惊讶说，那怎么看到那些山太酷似像抹茶冰淇淋，于是他就把它命名为抹茶山嘛，就想不到这些照片就一炮而红甚至于他还出了一本他的旅游书籍。那于是呢，大家就现在习惯把它称为抹茶山。那我就直接开健行笔记了那起点就是大约是从这个位置开始计算。那其实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登山路走到这边有一条路往下走对大家可能不知道会往这边是往五峰旗，然后真正的登山步道是从这个地方那我左侧这条溪呢，还蛮漂亮的，居然有人在下面游泳这条溪叫德子溪不是德子口溪。这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憩区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很漂亮。其实车子好像也可以停在这边，这边是不用钱的，这边也有对啊，这边有指标圣母朝圣地0K， 其实左边都可以停车那大家如果不想停那个停车场的话，车子也可以停到这边，不过我也可能要时间上要早一点。这边车子就不能进来了。我一直没有来爬抹茶山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因为它比较远对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来。然后想一想，就是说，如果坐火车，可能会太晚。我们最早的班次来到这边，可能也要到9点多。然后第二个呢，宜兰常常在下雨嘛，对都有时候都要挑那种好天气。对，像我今天也是有那种空拍的打算嘛，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也是觉得说，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天气再来爬嘛。这个是什么？原来这个是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然后这个弯道呢要往上走。哇，好多山友其实现在时间是7点50，我觉得还不够早最理想的状况是大概5点半就出发。好，越来越高了逐渐的有展望了。这个好像是要往五峰旗瀑布的，可是现在路好像封起来了。
这个应该叫做五峰旗登山步道啦。你看，那这个五峰旗呢，哦，听到这个有旗嘛，哈，这个就是属于我们道教的。对，好，很快的就抵达了这个叫做圣母朝圣地。那这个应该是游客中心哈，天主堂。哇，一个圆顶，左边还有一个圣母像，做一个像石窟一样的一个石洞哈，中间放了一个圣母嘛哈，其实也是我们那个天主教的一种典型哦。大家看到这个天主教堂哦，那个圆形的屋顶哦，有没有联想到那个天坛祈年殿哦？没错，它就是参照了天坛祈年殿的那个圆形屋顶的元素哦所设计的哦。然后结合了天主教堂嘛，那以白色为基底哦，设计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典雅的一个建筑啦哦。那其实天主教堂呢，在台湾哦，其实都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我们这个五峰旗呢，本身就是属于有一种道教的一种意象在嘛，做的这样的一个混合式的中西合并的一种风格。那这个天主教堂呢，是在2005年竣工启用的哦。然后它最早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观景台，也就是圣母山庄。其实有一段故事啊，待会我们到了观景台之后呢，再跟各位介绍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这个地方哦，那个 G 字形的那个路上去哦，然后从这个地方进去，从那个五峰旗停车场呢，走到这个五峰旗圣母朝圣地的话，是1.5K 哦，走到这个缺口呢，就可以转上去了。那关于我们礁溪这边呢，其实有好多个山的，对，除了这个三角仑山之外呢，然后往那边去，还有一个叫雀子山，然后雀子山山下是一个跑马古道，这个是我未来还会再来计划走的一条路线哦。这个正确名字应该要加五峰旗的，就天主教五峰旗圣母朝圣地。进入到这个比较有植被的地方，想到人那么多今天是礼拜一哦。来到了第一个休息平台。有水流出来了，这个是第二个休息处，好热闹啊！好，我们已经来到了2.8K 了，现在海拔是209来到了一个岔路，然后似乎呢，我们要往这边走。这边有一个指示牌，通天桥抹茶山。原来这个是一个简易的厕所，真好，还蛮有气氛的。这边有一个指标，刚刚是天主教堂嘛，就是朝圣地嘛。那我们来到这边，
然后到接下来要去通天桥，终点就是圣母山庄哦。抹茶山这个名称我真的觉得很特别，很好听。对啊，也就是因为有像抹茶冰淇淋的那种山峦，所以才会叫抹茶山啊。那其实上面的植物据说是箭竹跟芒草这样混合啊，没有什么大树，所以有点看起来就像光秃秃的芒草山的感觉哦。哇，很酷哎！这应该是以前是林道的关系吧？我在猜啊。有一个光电板很特别，地震观测网，所以可能这个呢，应该是需要电的，然后用那个光电板用太阳能来供电哦。基本上从那个圣母朝圣地这样一路走过来，都没有什么明显的陡坡，对，还蛮好走的。这个三角轮山呢，你从那个台湾百年地图很早以前就有了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叫红子山，这个红子山后来被称为雀子山，怎么会差那么多？那我一直要找说什么时候变更成雀子山的，我却找不到资料，所以正确来讲应该叫做红子山吧。然后我从那个文献上看，其实又叫做告子山。会不会是告子山的一种笔误再把它称为雀子山？刚才有看到那个铁轨做了一个护栏嘛？对啊，一排。所以我在猜想这条应该是昔日的林道。讲到这个伐木年代呢，其实是在战后嘛，1946年一直到1986年左右这个在历史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大伐木时代。所以我们台湾的林木呢，就是在这个大伐木时代的时候被开采反而日治时代的时候没有开采那么凶你看这种边坡这个护栏呢，就是用木头这样子搭建的，所以呢，也不知道确定是不是这条就是以前的林道。真正的登山步道就在这里喽，这才是真正的起登点。圣母登山步道，这个就叫做通天桥那下面这条溪呢，应该是德之口溪了哇，很漂亮。这边有一个休息平台，来给各位报告一下距离。我从雨峰旗停车场走到这边是5.1公里了然后海拔是442。好，继续走。哇，这个 view 非常的有层次。有一个解说牌
得知口溪起源于雪山山脉荒芜地山。这边有一些生态萤火虫哇，好酷！哇，还有一大段阶梯要走哦。左边是往圣母登山步道，然后右边是巴塘古道，指的是这个吧？来报一下距离好了，现在海拔515，现在进行到了5.85公里。好，从0K 到这里500公尺，现在的距离是6.3啊，海拔570。对啊，那个三角轮山海拔是1000多哎。好，我们来到了第二处凉亭，从通天桥开始计算吧，这是第2个。刚才看了一下登山地图，还有一大段要走哎。对啊，而且来到越后面好像越陡。来报一下距离，现在海拔是625，不是675，然后距离是6.63。好喘，因为后面显然的越来越陡啊。从0K 到这里800公尺。啊，不早了，10点多了。好，10点多了，不知不觉。900，我要休息一下。哎呀，好特别啊！居然有一个洗手台。现在来到了6.9K 啦，我这个距离都是从停车场开始计算哈。好，然后现在是海拔700，这是最后的1K 了哦。现在是7.0，最后一段再撑上去就到了。大家都说最后这1K 是最硬陡的。其实来走抹茶山哈，大部分都是到那个圣母山庄就折返了。那其实真正的意义上哈，是要来找那个三角轮山的三角点，那才是完成这条圣母登山步道的任务了。哦，最陡的是在这边了，都已经开始出现拉绳了。到底大家有注意到吗？这边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建筑了。这种建筑呢，其实在我们的花莲的那个礁山里面也蛮多的哦。这后半段的步道石头就比它大块了。好，越来越明亮哦。好，我们前进了200公尺。哇，漂亮！哇，这个视野越来越开阔了。天哪，哇，好酷哦！南洋平原，哎，不是还剩700吗？哦，还没到。风冲矮竹，矮林，这个就是为什么是抹茶山的由来了。秋冬时节位处于迎风面嘛，强劲的东北风吹袭之下呢，哦。云雾多雨，在常年地形的气候影响下，树高都比较低矮嘛，对，形成风剪树的形态了，指的是这些嘛，对。可是我这样看起来，它就是一种死竹啊，哦，来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展望，哦，好凉哦，
这个就是芒草哈，混合了这些石竹，哦，就形成了抹茶山的样貌。原来我已经看到了圣母山庄的耶稣像了。你说硬不硬呢？我的答案是硬，嘿嘿，它的硬是硬在最后那一段。对啊，前面都还蛮好走的。现在天气还不错哎，可是那个云很快就飘过来了。哇，快到了，快到了，加油！这边还有一个休息平台，这里也有啊。通常都是走下去的。哇，好酷哦！哇，这个是圣母像，好，然后上面呢是耶稣像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圣母山庄啊。然后呢，左边是巴瑞士修士的纪念铜像。巴瑞士修士呢是来自于意大利，哦，对，1916年到1984年。其实这个圣母山庄有一个故事啊，哈，据说以前哈还没有这个避难小屋的时候，会有5、6名山友就在这个山里面迷路了，一直来到了夜晚。那突然间看到前面有一位妇女，引领着他们下山，他们就直觉就认为说这个妇女呢应该就是圣母的化身。然后这个消息呢就传到这个天主教来了嘛，这个巴瑞士修士呢，于是呢就是为了要显现这个圣母的意象，就在那边设立了一个圣母像嘛，以及一个避难小屋哦，给一些在这边行走的山友避难所使用的哦。好，那我们继续上去到观景平台。好，也就是真正的朝圣地了。哇，这个叫做苦路哦，总共有14个嘛。我们花莲的一些天主教周遭都也会有设立这种苦路嘛。好，这个都有写名称，就是会有一种朝圣之路，好，用这个14个耶稣受难的象征来让大家来做修行用的。耶！到了，哇！你看，还继续有嘛？一直到那里，我没有数了，应该是14个。这个就是耶稣像。接下来要来去三角轮山了，要走回去这里圣母像的后方呢，有个山屋，先来看一下这个圣母山庄哦。这个是锁起来的，隔着玻璃开给大家看。哦，这个是通铺啦。左边呢有一些报道哦。然后接着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走上去。我刚才看了一下登山地图嘛，哈，然后直觉上是一定会走这边嘛。其实这边是要往巴塘古道的，哈。可是呢，我们要去东南峰呢，有一条路径要往这边。为什么呢？你看，这显然就是一个缺口嘛，哈。我们就走这一条路进来探险一下。还有旁边有一些绳子。这边呢，其实也可以到主峰了哈，可是呢，可能就捡不到这个东南峰了。如果来走抹茶山，然后又不来走三角轮山，显然的就
没有意义了。不过这是我个人的价值观啊，大家不见得要跟我一样。我在猜我们要走到这上面才是主峰感觉没有路哎呀，坍方了，应该是有一条路了啊，不过好像有点坍方哦，垮掉了。很明显的就是坍掉啊！哇，有点可怕。你看，坍这边，那我们要走这边上去。给各位看一下，好喜欢这里哦。我们是从避难小屋过来的哦，继续走。刚刚那2位山友说他只到东南峰，因为说主峰还更远。天哪，就是人也蛮多的。报一下海拔，现在是959哦，然后距离呢现在来到了8.22。山友劝我说不要去主峰，说还蛮远的。所以我也纳入考虑。哇，你看，要这样爬上去，看这个状况呢，我搞不好就到东南峰就好了。哎呀，超难爬的。你们该从另外一边上来的。哎，是哇，东南峰到了，三角轮山东南峰，海拔1000。你看，才一会时间呢，一片白墙。好，那我还是继续到三角轮山的主峰好了啦。好，距离来到了8.3，海拔1001。哎，山枪，小山枪，嘿 ，hello。有时候是看到人家走哈，无形中也会给我们勇气。一个人的话，应该是很快就会放弃。现在是下坡，好，待会可能还要再走一段上去。一下子出太阳，一下子阴天。原来这个就是被东北季风哦常年这样刮，所以那个树都长不高了。海拔来到1014，应该还在爬升个20几吧。刚看了一下地图，好像快到了耶。哎呀，太棒了！耶，总算抵达三角轮山。三角轮山，三角点，真漂亮。好累哦，休息一下。原来那个后方那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那个就是雀子山了哈，也就是红子山。最后来报一下我现在的距离，从停车场到这边是8.6公里，现在海拔是1039哈，有稍微有点误差了，应该是1036。那我践行笔记的路径呢，我就记录到刚刚那个主峰的位置啊。那今天的抹茶山哦，三角轮主峰哦的行程就到这边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运动愉快，天天平安健康快乐。我是 Eric，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哎呦，对，雀子山哦，好酷哦！那我没有这个，有没有？我黑北掉。